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AI 在血液中算疾病。研究测评了6款大模型在 cfRNA 诊断中的应用。论文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6年。研究来自康奈尔大学团队。核心问题是大模型能否从血液中算出疾病。研究全面比较了特征选择与自动化能力，评估涉及多种临床任务，难度各异。游离 RNA 携带组织损伤信号是无创诊断理想来源。测评结果将揭示 AI 在医学转化中的潜力。游离 RNA 及 cfRNA 携带丰富的组织损伤和疾病信号，它被科学家视为无创液体活检的完美金矿。然而，从海量组学数据中锁定关键标志物极其困难，最终获 FDA 批准的标志物不足以发表的1%。这暴露出人类科学家面临的数据处理物理瓶颈。传统方法耗时费力且极易出错，大型语言模型或许能通过吸收海量文献突破这一局限。研究正是要测试 LLM 能否接管这个转化环节。大语言模型不仅拥有海量生物医学先验知识，它们还能自主编写并执行复杂代码程序。流程图展示从原始序列到标志物的3步流程，2个输入箭头代表先验知识与代码能力。LLM 在中央进行数据提炼与运算操作，最终输出5个精准的诊断生物标志物基因，这使 LLM 具备接管临床转化的理论潜力。本研究正是要验证这一核心假设。研究团队设计了3个难度递增的临床诊断任务。川崎病与罕见炎症的区分属于中等难度，其样本量分别为115和50例。活动性结核病从有症状对照中识别难度更高，样本量为142对109。公共文献数据丰富。慢性疲劳综合征被定义为地狱级难度，它缺乏任何已知的确证分子标志物。这些任务覆盖了从已知机制到完全未知的完整光谱。本次测评集结了6款顶尖大语言模型，它们来自3大顶尖人工智能研究公司。传统差异基因表达统计方法被设为基准，随机抽样则作为最低的性能参照线。这些模型号称吸收了全人类医学文献知识，它们能否在诊断标志物发现中胜出呢？这是一场人工智能与传统统计学的正面交锋。结果将揭示大模型是虚有其表还是名副其实。研究设立2个任务，测试 AI 的不同核心能力。任务1叫基因捕手，专注特征选择这一环节。模型需从基因名单中找出200个关键诊断基因。这项考核评估 AI 的医学常识以及指令遵循度。任务2名为全能黑客，挑战端到端全自动化，取消所有人类中介。模型直接接手原始数据，它需独立完成数据清洗、建模、调参和盲测预测。此项考核极限测试 AI 的工程实操与代码稳定性。任务1的首项测评聚焦于指令遵循度。镶线图展示了各模型返回基因的数量偏差。OpenAI O3 等新一代模型偏差极小，而 GPT-4o 和 Gemini 2.0 Flash 偏差较大。更致命的是幻觉率指标，新一代模型幻觉率接近0，老一代模型出现严重幻觉，部分样本几乎100%。这意味着 AI 的严谨度随代际提升，新模型更可靠。所有大模型挑选的基因表现都碾压随机盲猜，随机盲猜的准确率峰值仅 0.55 左右。AI 模型选出的基因面板峰值达到 0.82， 传统统计算法基准则高达 0.93。 这意味着 AI 的选择绝不是碰运气，它已经逼近人类精心设计的统计方法，但两者之间仍有约 0.1 的差距。这说明 AI 在特征捕获上仍有提升空间。结合并任务中 O3 准确率达 0.88， GPT-4o 得分为 0.89， 略超传统算法。传统算法 DGE 得分 0.85， 已被超越。O3 提名基因在5种算法上全打平或超越人类。这一突破背后是结合并文献极其丰富， AI 的先验知识库在此领域被喂养得最饱满，但成功依赖文献密度，无法推广到未知机制。这说明大模型是知识合成器而非创造者。当疾病缺乏已知机制时， AI 表现大幅下滑。在慢性疲劳综合征任务中， AI 准确率约 0.4， 传统统计算法却接近 0.9， 差距显著。在川崎病与 MISC 区分中， AI 也持续挣扎，所有 AI 模型准确率仅 0.2 到 0.3 之间，传统算法则超过 0.8， 表现稳定。
这证明大模型依赖已有文献知识，没有先验知识 ，AI 无法创造医学奇迹。三大阵营 AI 模型在核心基因提名上高度一致，所有模型共同选出的核心基因总共有10个，其中8个基因在真实患者数据中差异极其显著。这些核心基因包括 IL1、BIL6 和 STAT1 等重要的免疫靶点。结果证明 AI 锁定了真实可靠的诊断标志物，跨模型共识有效降低了单模型的偶然性风险。AI 的基因选择并非随机，而是基于生物学依据。这一发现为临床转化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候选基因。AI 筛选的基因并非随机，而是指向经典免疫通路。韦恩图显示，3个模型的基因集既有共通也有差异，但所有模型都精准捕获了核心通路机制。在川崎病任务中，大模型锁定白细胞介素通路；在结核病任务中，模型锁定自然杀伤与干扰素通路；在慢性疲劳综合征中，模型锁定线粒体应激通路。这证明大模型在语义层面真正理解了疾病本质，其生物学直觉与人类医学知识高度一致且可靠。任务2名为全能黑客，挑战端到端全自动化建模。系统将直接接收原始数字矩阵，无任何人类中介介入。AI 必须独立完成特征选择，再构建机器学习模型，接着进行超参数调优，最后输出盲测及预测。整个流程完全封闭，不允许人工干预或中间修改。这考验的是模型在工程实操与代码稳定性上的极限能力。人类生物信息学家常需数周完成的工作，被压缩到短短10分钟内。任务2真正衡量了 AI 从数据到结论的自主工程水平。全自动建模的稳定性测评结果出炉。Gemini 2.5 Pro 因频繁死机直接淘汰。Claude Opus 4勉强存活，但失败率极高。OpenAI O3 稳定通关，耗时仅4到6分钟。Claude 则需8到11分钟，且极易报错。写诗和聊天是一回事儿，处理生信工作流是另一回事儿。在工程与代码稳定性上 ，OpenAI 占据绝对统治力。O3 是唯一能可靠完成全自动链路的模型。完全自动化的 OpenAI O3 平均准确率达到 86.7%， 这个成绩几乎逼近了人类专家的顶级传统算法。镶线图显示 ，O3 与 GLM-MET Lasto 的中位数都在 80% 左右，两者在准确率上已经难分伯仲。更关键的是 ，O3 仅需几分钟即可完成全流程。而传统算法依赖人类专家，通常需要数天甚至数周，这意味着 AI 大幅缩短了生物标志物发现的时间成本。O3 的自动化能力正在重塑基础科研的工作效率。详细医学背景的提示词并未提升 AI 的分类准确率。这个悖论源自端到端自动化建模实验，不知病名的盲测与未满知识的结果几乎相同。AI 的核心优势在于代码生成与底层数学计算，它并非依靠海量医学知识库来取胜。这一发现挑战了人们关于大模型能力的直觉。在生物信息学任务中 ，AI 更像一位卓越的程序员，纯粹的计算能力才是自动建模的核心驱动力。全自动 AI 在测试中暴露了3个致命技术瓶颈：模型仅输出离散分类标签，不提供概率分数；医生无法据此绘制 ROC 曲线；权衡灵敏度与特异性。其次，在 TB 与 MECFS 等高噪声数据中，模型表现大幅滑坡。它无法像传统算法从背景噪声中提取微弱信号。第三，处理100万级基因矩阵，引发内存溢出或死循环，文件读取失败，上下文遗忘问题频繁发生。这些瓶颈显示，全自动 AI 尚未达到临床可靠性门槛。终极战报雷达图出炉。OpenAI O3 的蓝色阴影覆盖面积最大，它在6个评估维度上全面领先，指令遵循度与生物学常识储备均获高分。特征捕获精度和代码能力同样出色，自动化稳定性与运行速度也占据优势。综合战力使其稳居液体活检王座，兼具最强特征直觉与工程自动化能力。未来不是替代，而是强强联手的混合工作流。传统统计算法利用方差阈值，负责海选与降噪，它无情过滤海量数据中的绝对噪音。AI 大模型负责精选与合成候选基因，它利用文献库优先级排序，串联真实通路，两者分工明确，优势互补，显著提升效率。AI 无法独立完成全部工作，但能加速流程。混合部署正是当前最理性且高效的选择路径。
研究团队坦诚列出了当前方法的4大局限性：第一是数据污染疑云，大模型可能记过公开文献；第二是不可根除的幻觉，即使最强模型也会编造假基因名；第三是输出非标准化随机种子，让面板长度波动很大；第四是阈值盲区，缺乏概率输出对稀有疾病极不友好。这些局限说明 AI 尚未解决严格的医学可重复性问题，每一个缺陷都指向临床转化前的核心障碍，正是这些迷雾才能指导后续改进方向。这也是混合部署策略必须被强调的原因。过去医学研究的核心瓶颈在于特征发现及淘金，寻找一个关键基因往往耗费数年时间和大量资源。如今，大模型将这一发现过程压缩到了短短几分钟。这一进步彻底重塑了整个生物标志物研究的版图。未来，医学研究的决胜关键将转向临床验证与落地，也就是从淘金到炼金的范式转移已经正式开启。后续研究的重心必须全面投向这一全新战场中。大模型的介入正在加速这一转变，而绝非替代人类。这篇论文系统测评了6款大模型在 cfRNA 生物标志物发现中的表现，结果显示OpenAI O3 在多项任务中综合实力居于首位，但在缺乏文献的医学黑洞疾病中 ，AI 仍远落后于传统方法。这证明大模型是知识的合成器，而非创造者。未来范式是传统统计算法与 AI 大模型的混合部署。AI 已将特征发现从数年压缩到几分钟，极大加速流程。临床验证与落地实施成为新瓶颈，更是决胜关键。大语言模型液体活检诊断的新时代已由这篇论文正式开启。研究者需持续关注数据污染、幻觉与可重复性等挑战。